被宠坏的侄子执意要休学，婆婆硬要让老公回来劝她，结果侄子被气得破防，口无遮拦地将婆婆的秘密公之于众。被逼无奈的婆婆选择上吊自残，所有人都被吓得丧失理智，只有我这个外人，左手递上银针，右手提着烧开的水壶，大声一喝：让开，让我来扎！扎不醒，我拿热水烫。我的老公秦志杰是一名从大山走出来的大学生，认识我的人都嘲笑我是个恋爱脑，怎么会找个山里人结婚？搞不好身后还有个扶不完的品。可我却置之不理，一笑而过。这年头找个爱你且父母即将双亡的对象有多难啊？更何况他上进努力，待人真诚，长得帅，还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在一起8年，在我面前他没有任何的秘密，工资卡也在我手上，他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座城市落根发芽。生活中他会尊重我，会给我主导权。他知道我从小城里长大，受不了农村的习俗，也听不懂他的家乡话，也从不强迫我去接触他的家庭。他甚至更希望我们的小家一辈子都不会与他原生家庭有瓜葛。婚后2年，除了偶尔几天的打扰，我们都过得挺美好。可今年夏天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一切。志杰呀，家里出事了，出大事！婆婆带着农村妇人独有的嘹亮哭腔，大声嚎叫，即使隔着手机，我依然听得清清楚楚。小豪他不肯去读书了，他才高2啊，不读书去干嘛呀？你回来快劝劝他吧。老公皱着眉头，疲惫回道：妈，小豪是大哥的儿子，这是你应该找大哥去劝啊。电话那头收起哭腔，不容反驳，直接骂出声：小豪他姓秦，你秦志杰是他亲叔叔，你管他是谁的儿子？你自己一把年纪到现在还没个孩子，以后老了死了还得靠小豪给你摔盆。我不管你，反正得给我回老家来把这事搞定。妈，我工作很忙，小豪的事他确实不归我管啊。老公的手捏着眉头不停地揉搓，我知道他不想回去，也不想靠近，可亲情或者说血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能说清。每一次被逼迫回老家后，老公都宛如被扒了层皮，不光是钱包空空，更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折磨。眼看老公没有答应，婆婆下了最后通牒：王八羔子，你要是不给我回来，我明天就带着一大家子去找你，我倒要看看你个鳖孙到底忙些什么东西。听到这，我知道我等待许久的好机会终于来了。我连忙走上前，拿过手机，笑着应道：妈，你放心，明天我就跟志杰回老家来。我挂了电话，安抚地拍了拍老公的肩膀：别担心，有我呢。老公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环过我的腰，低声念叨：我一点都不想回去，我更不想你看见我最不堪的地方。我望着窗外随风摇摆的树枝，轻笑不语。没事，不堪的地方我们挖掉就好了。你断不干净，那就让我来。第2天，我们几经辗转，终于到了老家。家门口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品，进门的客厅空空荡荡，只有激烈的争吵声断断续续从里面传出来。推开门，一股冰凉的冷风突兀地钻进我的后脖梗，我忍不住浑身一抖。只见17岁的侄子秦旭豪赤裸着上身，懒散地翘着2郎腿，双手捧着手机不停地滑，嘴里还在叫嚣着：你特么的会玩啊，跟着中路有屁用，遇见你真是见鬼了。他的左手边还摆着一盆被人精心切成小块的西瓜。小豪，你奶奶和你爸呢？老公语气冰冷，手指不耐烦地敲打在门上，侄子头都没抬一下。你自己去找啊，没看见我在打团啊？这里怎么有人？我去！屏幕变黑，侄子愤怒地把手机摔在桌上，眼睛杀红了一般看向我们。你有病啊！我要是掉心，你给我打上去啊！没有一丝的尊重。他也并不意外我们的出现。老公黑着脸，毫不犹豫将门关上，拉着我往外走。老婆，我们回家吧，这家没救了。我摇了摇头，主动坐在门口，看着不远处的山。有救，我可得救他出来。见我不走，他也不好勉强和我，只能一道坐下，等着外出的婆婆回来。过了1刻钟，婆婆满身泥泞，背着一篓不知道是什么的草，手里拿着好几个纸箱子，步履蹒跚地走了回来。老公一见自己的妈妈走得如此困难，多少还是心疼了，赶紧跑了上去，接过手里的一切。妈，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打钱，你怎么还出去捡这些纸盒子？婆婆不屑地瞟了一眼，老公啧了一声：就你那点钱够干嘛？这个家哪里不花钱？你要是心疼我，每个月多给我打几千就行。我看着老公的步伐突然变缓慢，最后停滞在原地，无力地站在原地，又呆又心寒。这是什么感觉？吃力不讨好，冷脸贴屁股。那一刻刚刚萌生的心疼瞬间消失殆尽。婆婆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打开房门，立马表上微笑，问到里面的侄子：小豪啊，肚子饿不饿？来给你弄点东西吃吃。他眼睛一瞟，看见小桌上的西瓜还满满一盆，心疼极了，走进屋，半蹲在侄子身边，用牙签插起一块，放到他嘴巴，温柔且轻声：快吃口，这一下午不吃东西怎么行？侄子听话的张开嘴吃下一口西瓜。奶奶，那个没用的人回来干什么？他害我掉了一颗星。他的手指着站在门边的老公。婆婆看了一眼我们，神色尴尬，干咳了2声，胡说八道什么东西？那是你亲叔叔志杰，你过来给小豪劝劝啊，让他去读书，明年就可以高考了。这砸锅卖铁读了那么多年，不能倒在这啊！我一听这有苗头，赶紧拉着老公进屋，看着侄子游戏结束，笑着问他：小豪，你奶奶说你不想读书了，那你能跟我说说你想去做什么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梦想？小豪举起刚结束的战绩放在我面前：我要当职业选手去，你看看我可是我们村第1野王，要不是我玩过几年这游戏，怕是真要被这小子唬尽了哦。那你现在什么段位了？我看赛季好像快结束了，你巅峰赛多少分了？小豪立马收回手机，大言不惭：我都快1000分了，再打几把第1名就是我了。听到这我差不多明白了，这是连王者都没有的水平。可婆婆不懂啊，她只听见第1名职业就给乐得咧嘴大笑，不愧是我大孙，真是厉害。那么一个破游戏都能玩到第1名，这高考不是随便考考，是不是啊？
婆婆讨好的办贵式服务，又递上一块西瓜塞到小豪嘴里。老公从小是在不被认可被打压中长大，他从不知道自己妈那张嘴里能吐出赞扬的话语，震惊之余又不免黑脸。妈，你如果这么说，我觉得没什么好劝她去读高3去考大学。啪，突兀的一声，惊吓到了我。婆婆竟然顺手从椅子上抽出一个衣架抽在老公的背上，疼得老公咧着嘴咬着牙说不出一句话。你劝你的，我说我的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又想撇清关系？当初你能读高中能读大学，那是你大哥主动放弃上学的机会才轮得到你，这辈子你大哥的情你怎么都还不清。一句话，原本想反抗的老公又被婆婆轻松拿捏住，他委屈又不甘，但还是选择了耐心劝导。小豪有梦想是好事，可是职业选手这条路太难走，咱们可以先把大学考了，有了文凭再去选择梦想，给自己多一条退路没什么不好。也不知道哪个词刺激到了侄子，他暴怒起身，愤怒的手机砸到了地上，考个狗屁大学，奶奶说了你就是家里最没用的那个人，全家赚钱供你一个人读书，结果呢？说起来好听，在大城市定居上班，坐办公室当白领，结果每天苦哈哈的加班熬夜，不敢迟到，给人当牛做马，像个畜生一样活在这个世上，没出息，不像个男人，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死了还得指望我给你摔盆，还不如隔壁李奶奶的儿子，人家初中都没毕业，现在不照样在村里开厂，住着3层楼，开着小轿车，读书有什么用？你有厂吗？你有车吗？你是老板吗？奶奶每天都和别人说后悔生了你，帮不到家里一点，像个没脸没皮的倒插门，天天往你老婆家跑，我们秦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完了。话一出，婆婆和老公都愣在了原地。婆婆没想到侄子会这么口不遮拦，把她说过的话当着儿子的面说出来，老公也没想到自己勤学苦读10几年，仅凭自己的本事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在亲妈眼中甚至不如一个在村里开黑作坊的人。不过我早在结婚前就知道婆婆天天在外是如何宣传自己那没本事的儿子的。那天她嗑着瓜子跟同村的人一道坐在村口，妇人1号夸道，要我说全村孩子还是你们家志姐最争气，现在在大城市都能安家落户。婆婆一呸瓜子壳，满脸嫌弃，争气个屁，那点钱拿到这来盖个3层大别墅都有余，中国人谁不知道落叶归根，她倒好根都没了。妇人2号婉尊道，年轻人都是喜欢大城市，以后老了还不是乖乖回来。对了，你们家志杰对象找的也是城里的吧？我听说城里姑娘都有钱，以后可轻松不少。婆婆再一次冷笑道，你当城里遍地有钱人，随你捡啊，那里的姑娘一个都不好拿捏，一会说怀孕苦，一会说怀孕累。你看吧，我家老二可能到死都得靠老大儿子摔盆。一到聊天的妇人面面相觑，谁都不再提起这个话题。可婆婆依旧还在兴头上，要我说不管男孩女孩都别读那么多书，读越多越不好控制，这生那么多孩子为的不就是养儿防老，儿都跑远了，老了谁给你养？我早就想明白了，我这老了还是得靠老大和我闺女。妇人们互相挤眉弄眼，一言不发。谁不知道秦家老大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每天不是在牌桌上就是在酒桌上，唯一的女儿20多岁，从不上班赚钱，一心想着靠脸傍大款。明眼人都知道，唯一能靠的只有那个在他嘴里毫无优点的二儿子。也是在那天，我更确定秦志杰能嫁，他的原生家庭绝对不会容纳他，早晚会因为一些原因把他推出去。至于何时，只是时间问题。而到那时，我只会张开双手拥抱他。妈，他说的都是真的吗？等我缓过神，才发现老公的眼中浸满了泪水，难以置信地望着婆婆。那么多年来，他只知道家里3个小孩，他就是那个不受待见的。大哥是父母第一个孩子，理所当然获得了所有的爱，即使家里没钱，依旧把他捧在手心。小妹是父母第一个女儿，也一样被疼爱，从小到大甚至没下过一次地。而他家在中间，上学是靠村长帮忙，好不容易读上的，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农活。当地里农忙时，大哥和小妹可以不顾家里的事出去玩，而他必须要先帮家里完成农忙才能去学校。那时候条件艰苦，身前身后都没人可以依靠，可他还是努力走出了这座山，连村长都为他骄傲，却不想在他亲妈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这对他来说无非是精神上的重力一击。婆婆在老公的质问下眼神闪躲，扯着嘴角尴尬地笑道，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志杰你都30的人了，总不能跟侄子计较这些玩笑话吧？我在一旁悠悠地补充，妈，小豪今年17，明年18，犯法了就要坐牢的，还童言无忌呢？还有玩笑话可得双方都觉得好笑才叫玩笑话，我看刚刚谁都没笑，应该不算玩笑话吧？被我一眼点破，婆婆怒目而视，咬牙切齿，我们老秦家有你说话的地方，一个外姓女。我呵呵一笑，妈，我好像记得你也不姓秦吧？照你这意思，你在这个家也没说话的权利呢。你，婆婆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睛不停地往上翻，白眼越翻越多。她也就欺负自己儿子，想占我便宜还早呢。一旁看戏的侄子看着场面，因他变得不可开交，嘴角忍不住上扬，顺便火上浇油。二叔，我说的每一句话，这个村里人这些年早就听腻了。你要是不信，你出去随便找几个人问问，保证你满意。身边的人愤怒离场，我看着他离去背影，紧紧掐住自己的虎口，忍住心中的激动。等了那么多年，这是要成。我站在回老宅的必经之路，看着夕阳缓缓落下，秦志杰垂头丧气，步伐缓慢，依旧朝这走来。看他这个状态，我就知道他已经知道侄子说的不是玩笑话，而是婆婆心中的真心话。我迎上前，用肩膀接住他的头，累了，咱们就回家。耳边传来闷闷的声音，原来我那么多年的努力，在他看来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话。我伸出手轻轻拍抚，我知道老二注定是不受父母喜欢的，我能接受，所以再难我都咬牙挺了过来。我以为只要我做到最好，他总能看到我不一样的点。肩上突然感到一丝湿润的温热，一瞬间我也感触许多。我是江浙沪的独生子女，从小就被家里人众星捧月长大。18岁开始，我的父母就和我说，大胆去做想做的事，只要不是违法的事，都有回头的余地，不要怕。
所以我一直以为父母会无条件成为孩子身后最坚韧的后盾。没见到秦志杰前，我从没想到过父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不爱孩子为什么要把他生出来？那时候我甚至都能理解那些重男轻女的老古董的思想，为了传宗接代不停的生。但是如果照老古董的思想，秦志杰应该是备受宠爱的小儿子，他的小妹才会是被忽略的那个。可现实恰恰相反。后来我发现了，父母是不需要考证上岗的职业，生孩子可能只是他们脑袋一拍或者情绪到位后的产物，不用爱也可以产出，喜欢或不喜欢都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只能把一切归结到你来的不凑巧。夕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从我们身上落下，眼看黑夜就要来临，老公结束抽泣，握住我的手，走吧，今晚委屈你在镇上住一晚了。你看他都这么伤心了，还惦记着我晚上睡觉不舒服的事。正当我们要走时，身后传来了熟悉又着急的吼叫声。二叔不好了，奶奶自杀了，路途不远，跑几步就到了。可也就这么一会时间，秦志杰整个后背都湿透了，他的发丝凌乱的贴在额头上，握着我的那只手止不住的发抖。你奶奶呢？下午还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的侄子，这时候一改常态，不停的用手擦着脸颊。下午你气走后，奶奶就回房间哭去了。她说就当养了个白眼狼。后来晚上我想吃饭了，走出房门看见一个菜都没有，我就去找奶奶了，可门怎么敲她都不开。后来我听到她房间突然传来椅子摔倒的声音，她红着眼眶抬起头，奶奶她是不是上吊了？门都不开就能知道她乃上吊。这部电视剧里惯用的技巧，用愧疚感抹灭你心中的失望。听到这我没忍住笑了一声，赶紧捂住嘴。老公疯了一般跑到他妈的门口，用手用脚不停地敲打着门。妈，你在干什么？快把门打开！妈，你再不开门，我就踹门了呀！老式的门锁配上年久失修的门框，不过是踹了3下就打开了。我往里面探头一看，房梁上确实有根打了结的白绳，地上有着一把被侧翻的椅子，婆婆了无声息地躺在地上，眼睛紧闭，好像去了。可我在她脖子上仔细的一瞧，啥痕迹都没有。再瞧她脸色红润反光，若是说她中暑晕倒了，倒是更可信。可毕竟是老公的亲妈，见到这状况哪有心情分析情况？她一把将婆婆抱在怀里，不停地拿手掐她人中，情急之下眼泪都忍不住蹦出来了。妈，你醒醒啊！为什么要想不开呀？明明所有的话都是你说的，受伤的都是我，为什么你还要这么不负责任，让我背上这种罪孽感？你从小就不待见我，可我却是唯一一个每个月每年给你钱花的孩子，为什么我做的那么多你还是看不到我的好？你不许死，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呀！声泪俱下，在一旁的我都有点心疼老公了，可这天赐良机我得好好利用啊，不能光顾着心疼人。我从包里抽出2张纸钞塞到侄子的手里，小豪，你快去叫村长去叫叔伯他们，就说家里出事了，不能没有长辈来主持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是一个需要花钱买皮肤的孩子，拿了钱撒腿就跑。老公不停地摇晃婆婆，可她依旧紧闭双眼，进气少出气多。老公手足无措看向我，潇潇怎么办？看他这般模样，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歪招，你等我，我想到了。我赶紧转身跑去厨房寻找热水瓶，婆婆一辈子节俭，水龙头每次开一丝丝缝让她滴水，一天也能滴1桶。她说这样水表就不会发现他们在用水，每次滴满它都会烧开罐在热水瓶。家里有10几个热水瓶，个个都是热水，我找了壶最烫的，又在门口发现针线包1桶带回去。老公，我看网上说过，昏迷不醒的人你得用针扎，针扎不醒咱们再用这个。我指了指手上的热水瓶，故意不说出后招是什么。他不是喜欢装死吗？怀着好奇心装呗，我看他能装多久。老公泪水还挂在脸上，表情呆滞，真的吗？我还能骗你不成？你就一个妈，咱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去了吧？现在这时候争分夺秒，山里那么偏，等120来，黄花菜都凉了，别想了，赶紧的吧。人在慌乱之际，理智很容易走丢。他犹豫再三，还是缩回了手，眼泪汪汪看着我。老婆，要不我帮你扶着妈，你来扎。我有点下不去手，我点了点头。老公真疼我这种好事让我体验，银针轻扎合谷穴，轻轻转一转，扭一扭，在老公看不见的角落里，婆婆的双腿没忍住抖了2下，眼睛依旧紧闭。潇潇，没效果呀。再扎，这么能忍下一针去池穴，光针不够，我还用我的大拇指在穴位上捻转。婆婆的双腿又抖了2下。老婆，我妈怎么还不醒？不会要过去了吧？闭嘴，我还能扎。4支针我直冲少海穴，婆婆直接腿都不抖了，额间的细汗蹭蹭蹭，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老公，你快看，你妈脑瓜出汗了，现在看来命已经回来一半了，剩下得看着我后招效果如何了。老公定睛一看，真的他妈会冒汗了，整个人轻松不少。好，老婆，这个是直接浇上去吗？我想了想，万一婆婆心一狠还要装死，这浇身上万一烫开很麻烦，不能浇。你不知道吗？脚底是穴位最多的地方，人的根源都在这脚底上。咱们这样，你给妈抱起来，我去那个桶，咱们用刚烧开的开水给妈泡脚，多烫2下，搞不好就醒了。我话音刚落，躺在地上装死的婆婆朦胧地睁开了双眼，一只手扶在额前不停地抖动。我这是在地府了吗？我双手鼓掌，我真牛啊！看了一眼百度，就能救回一脚跨进地府的婆婆呀！医学奇迹，再是华佗就是我。恰巧这时侄子喊的村里长辈全都统统赶到了家中，他们不是我老公，不是局中人，结合上老公下午那些事，瞬间明白这老太婆在整幺蛾子呢。志杰他娘，你说你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在整年轻时完胜的东西？志杰那么好的小伙子，我们早就劝过你好好待他这家，才会变得欣欣向荣，你怎么偏偏要跟我们说的反着来？那些男的老一辈子根本不会顾一个女性在儿子面前的颜面，分分钟戳破了婆婆的计谋。老公也不是傻子，见我说医学奇迹也是明白，我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此时不知是愤怒战胜了理智，还是委屈上头，一把将婆婆丢在地上。妈，你到底要干什么？婆婆不屑地理了理头发，眼睛白了一眼我干什么？我这是让你知道你心中谁更重要。自从你娶了这婆娘，你说说你心在哪里？男人成家立业，你做到了哪样？每天加班加到死，家里的钱都归他管，结婚2年孩子连个屁都没有，
这种婆娘有个屁用，你就该听妈的，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工作辞了，回到咱们槐树村批个地基造一套大别墅，给老秦家张张脸面，落叶归根，落叶归根。志杰啊，你再这样下去连根都没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啊。婆婆越说越激动，最后两腿一开，直接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拍着大腿哭喊。看见婆婆这副模样，老一辈子叹气摇头，又这样，真是分不清好赖。可怜志杰，那么有出息摊上这样的妈，就她这样的婆婆，人姑娘哪敢生孩子？声音虽然细碎，可终究还是入了婆婆的耳。她动作幅度加大，没有一滴泪的表演彻底开始。老天爷啊，你看看我这苦命的老婆子，年纪轻轻就把我家老头给收走了，留下3个孩子让我一个人养，好不容易都养大了，结果一个个都是白眼狼啊！老天爷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事啊？你要不把我也收走算了。我轻笑一声，走上前蹲在他面前，做错了什么？要不我告诉你，你呀就是个偏心眼的，谁待你好，这么简单的事都分不清，活该落到今天这地步。志杰从工作开始就每个月给你3800的生活费，有时候5000，可你呢，那么多年有说过一次儿子你辛苦了？你没有，你只会说那么点钱够干嘛？你在大城市当牛做马才赚那么点钱，你是不是被老板骗了？你能不能机灵点，多赚点钱？他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那么努力的打拼，为了给你钱，刚开始甚至舍不得住正常的房子，租了人家车库过日子，感冒发烧他也从不去医院，所有一切都靠熬。那年他阑尾炎发作，疼得不行，打电话问你能不能上来帮帮他，你怎么说的？你说我哪有空管你，上来不得花钱，再说了不就是肚子疼，怎么去了几天大城市，净学城里人娇贵？他从小懂事听话，不给家里添麻烦，主动帮你分担生活的压力，在你看来都是理所应当。可他也是人啊，他会渴望家人的关心，母亲的爱，你从来都看不见。不过现在没事了，他现在有我呢。您老要是真愿意跟老天爷走，那就走吧。走了以后，我会和志杰给你多少点钱。天地银行的钱你要多少，我给你烧多少，保您满意。我说这段话期间，婆婆的脸从红到黑，又从黑到红，支吾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一只手指着我，你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在我无视她期间，突然间甩了我一巴掌，要把我压在身上轮打。以前我知道男女之间力量差距，现在我又知道一个道理，农村妇女的力量不容小视。我下意识用手护住自己的脸，等着暴风雨落下，身上却突然一轻。等我回过神后，已经被老公搂在怀里，婆婆四仰八叉被掀倒在地上，哎呦哎呦，骨头断了断了，直叫唤。我抬头看向老公的下巴，他的脖颈青筋暴起，喉结忽上忽下，字字句句坚定不移。妈，你可以骗我，可以说我没本事，甚至打我骂我，但你凭什么打我老婆？她是世上唯一一个愿意给我家的人，你不尊重她，那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躺在地上的婆婆忽然停止了哭声，发愣地看向自己从小任她侮辱打骂，她所有小孩里最好拿捏的儿子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她根本没想到过。村长，你看，这就是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为了一个婆娘要跟我这个亲妈决裂。她立马爬起身，跑到村长身边，指着我们。村长赶紧远离婆婆，往后退了一步。我看见了，你为老不尊，仗着长辈的身份无端殴打老二媳妇。志杰从小都是我们这些叔伯看着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比你清楚。志杰，今天这事我们都知道了，你有哭诉哭，有冤说冤，叔给你做主。老公紧闭双眼，喉结上下滑动，一只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微微发颤。叔，我那么多年该做的事，该尽的孝都做了，我累了，我工作也很忙，最近丈人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挺忙的，没什么时间回来了。这样我在您那放点钱，以后劳烦您每月给我妈发点钱就行。言下之意就是今后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家他也不要了。村长走过来拍了拍老公的肩膀，郑重的点了点头。叔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是该为自己人生考虑了，以后想回来再回来就行。什么东西？秦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可是你妈，当年我怀你的时候差点命都没了，你大哥为了给你读书主动放弃为你铺路，你秦志杰有今天都是我们的功劳，怎么现在有点本事翅膀硬了？婆婆荒唐的大笑起来，似哭似笑，颠的有点吓人，试图再用老一套捆绑住听话的儿子，可他错了，狼来了用久了，谁都不会再信了。老公低头嗤笑一声，抬起头扯着嘴角笑问，妈，你怀我差点没命，那是因为你明明临产期，还要跑上山去偷人家果子，结果脚底打滑撞树上了，这锅算不到我头上。还有大哥，你明知道大哥那年放弃读书是因为他迷上了赌博，欠了同学钱不想还钱才故意不读书的，你当我不知道吗？什么大哥让出了上学的资格，什么我的前途本该是大哥的，你让他去读啊，我倒真想看看他高中考不考得上，从小我算懂事了吧。可你呢，无数次用言语羞辱我，用自残用自虐使我羞愧，以此拿捏我，很多事情我都知道的，我不说都是给大家都留点面子，因为你是我的亲妈，可那么多年你们有谁又在意过我的面子？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他牵起我的手，将我拉起，绕到我的身后，替我掸去灰尘。走吧，潇潇。我们俩十指相扣，坚定朝外走去。所有人都主动让开了道，眼看毫无挽回余地，婆婆跑上前拦在我们面前，手心向上一摊，甚至不愿意抬头看我们一眼。那你把钱直接给我。老公晦气的一把推过婆婆的手，全给你，明天就没了，我不管，我儿子给我的养老钱，凭什么要外人拿着？今天你这个钱不给我，我以后就住他家。婆婆知道现在威胁亲儿子已经没有任何把握了，能拿捏他的只剩下这怕麻烦人的愧疚感。她不羞不臊，直接一屁股蹲坐村长身边，抱住村长的大腿。村长年近70的老头吓得差点一蹦3尺高。你疯了，快给我放手！我不放，除非他把钱放我地方。看着这幅滑稽的场面，我又明白一个道理，千万别和无赖讲道理，遇上鬼说不定还能讲道理，可遇上这无赖真没法子。为了保住村长的名节，老公无奈之下直接从卡里划了30万到婆婆卡上。妈，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养老钱，你一定要自己管好。
老公说这话时，眼神看着在婆婆身边不停地蹦跶的侄子。婆婆早就忘记前面发生不开心的事，咧这个大嘴乐得不行，不停地在数有几个零。好，我会看好这些钱。就当老公准备走时，我回过头耐心地问婆婆：妈，这钱都到账了，不如咱们签个断亲合同？从今以后不许再找志杰麻烦，也不许问志杰要钱，只要您答应，我再转你1万。婆婆的眼睛顿时发亮，嘴角的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好好好，我签，没有一丝的犹豫。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婆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脸上没有一丝的难过和不舍。虽然我知道这张纸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效应，可在这座大山里，它有效就行了。从今以后，秦志杰最后的缺点都没有了。我们阔步走出大门，漆黑的夜伴随着阵阵蛙声，似乎也在为我欢呼。一个巴掌换取一个父母双亡的丈夫不亏。走到下午那个路口时，身后传来了阵阵喊叫声：志杰，志杰，你等等！听清是婆婆的声音后，我背后阵阵发凉。难道她反悔了？我们站在路口等着她跑来，她弯着腰，双手扶着膝盖，喘着粗气。你走那么急干嘛？老公黑着脸，语气不悦。这个家已经和我没任何关系了，我不走，难道留着住宿？哦，也是，咱们家住不下你们，我也没别的事。这不是小豪手机下午不是摔了吗？刚他玩游戏好像不灵光了，你赶紧给他买个新的。他着急。如果人脸是一面镜子的话，那此时我老公的脸正在不受控制的四分五裂，一点一滴的碎成渣子。一天发生了那么多事，诬陷亲儿子，假死驳亲情，断亲，此生再不往来都抵不上他大孙的手机碎了。他自嘲地笑了笑，掏出自己的备用机。从今以后我们真的两清了。婆婆一看是苹果手机，屏幕还那么大，肯定比小豪现在用的好，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亲，全都亲。当晚我们连夜回了家，在路上他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睛紧闭，可我能看到他的眼球在动。你是不是怪我让你妈签所谓的断亲合同？我思索了许久，觉得夫妻之间有问题还是得及时解决，所以选择说出口。身边的人沉默了许久，委屈的开口：我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我从没怪过你一丝。我是恨，我恨他生我不养我不育我，我又羡慕潇潇你的父母。我搂过他的肩膀，他们现在也是你的父母，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好好感受当下。那天回去后，我们着手把现在的房子卖了，以防万一婆婆带着侄子找上门耍无赖，按部就班依旧过着我们的小日子。期间确实没有再被婆婆一家骚扰过，电话也不曾接到过一个。过了2年，我找人去了一趟村里，随便一打听才知道为什么婆婆没有上门骚扰。原来问题出在那笔她硬要自己保管的养老钱上，钱到账才没几天，侄子联系到她那赌鬼老爹回家，俩人联手用哄骗的招式劝所有的钱都骗走了。等婆婆发现时，早就被他们花得一分不剩。以婆婆那无赖的架势，哪能轻易罢休？即使对面是她最喜欢的大儿子和最疼爱的大孙子，她也定要闹出个胜负的。结果老无赖碰上老无赖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打不过，骂不赢。气急之下，婆婆用老招式一屁蹲坐地上哭，谁知刚好有个奇形的石头在那，砸到了尾椎骨，下半身当场就失去知觉，药了一地，只能瘫在床上躺着才不疼。侄子一看再也没有人逼他去读书，大哥也看没人会追问钱的下落，两个人默认这是不需要看医生，拖着婆婆半瘫了。小妹偶尔回一次家，看见亲妈变成这样，连夜带着行李跑了。走之前还跟村里人说，在大城市找了副老头，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了。婆婆每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辈子生了3个孩子，临老了谁都不在身边照顾她，她那全心全意从小带到大，最为骄傲的大孙子甚至是害她瘫痪的元凶。悲伤之际，她突然想到自己那个任劳任怨的二儿子，给钱又听话，除了不回老家似乎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她想托人给老二打电话，想让他带她去看医生，可村里人所有人都说，我们可没有志杰的电话，他要被你伤了心，就算打过去也不会接的。婆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她也没钱来找我们，只能作罢。也许她心里还想着等志杰不生气了就会回来吧。了解到所有情况后，我看着正在阳台上晒衣服的老公，忍不住嗲声嗲气：老公，我想当妈妈了，你有没有想法呀？全文完结。